果这里可以再丰富点就好了，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？换我来做一定可以做得更好。这就是我玩游戏的独白。嘿，大家好。故事还要从4年前说起。我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，但下班的日常开发时间已经不能满足我对游戏的渴望，所以我选择了辞职。时光荏苒，现在我是一名家里蹲无业人员，就差一个地下室了。目前正在开发一款角色扮演俯视角人生模拟类游戏。如果你也喜欢泰格励志传、骑马与砍杀，还有十字军之王，我想你也可以小小期待一下我的游戏。由于对世界历史知识掌握比较少，我决定采用架空世界来暂时规避自己的缺点。当然，背景还是取材于古代各个大陆的文明。玩家可以扮演不同职业，体验不同人生，并延续自己的家族持续发展。这是简陋的小城，也是小婉所知的一切。他成年后就没有出过远门，有幸在城内的酒馆当起了伙计，对小城内大大小小的事物如数家珍。西侧是城主的领地，城中的贸易区人流不息，还有东南角的居住区，那也是小婉的家。每日上工前，他都会在城外买好瓜果蔬菜，因为那里物美价廉，每逢时节更有不同特产和烟火庙会，好不热闹。听游走的商贩说了很多世界各国的奇闻异事，他心向往之，却也害怕未知的一切。这是目前简陋的对话系统，推动剧情、引出故事、网中叙事都少不了它。我还不是一个合格的文案，但我尽量写一些大家都看得懂的人话，确保基本逻辑问题的正确性。我们自创的角色在游戏中依然是沉默寡言，因为一番尝试，我发现让主角说太多话不能代表所有的玩家。但如果你选择扮演世界中的角色，他们是有自己不同的说话风格的。是时候让我们跟随这个陌生的家伙出城看看了。眼前五彩缤纷的是一个基于地势可以显示不同信息的地块雏形，相信 P 社玩家一定不会陌生。让我们把镜头拉远，得益于引擎的地表模块和成熟的 DCC 软件，我可以快速做出整体地貌的出版。未来也会加入各种环境变量，考虑到纬度、气候、海拔、河流等环境因子对地形地貌的影响。更重要的是，沧海桑田在这个世界留下的种种趣事和传说。例如南面有温暖如春、人口密集的城乡，不同势力为了领土你追我赶；有百里无人的森林，听说误入此林者无人生还。北面的极寒高岭有着不死人的传说，还有价值连城的虫草山参，让无数猎人即使冒着生命危险，也要掘地3尺一夜暴富。这是一个构思很久的企划，也是我一直想做的游戏。前面的坑肯定不少，但感觉不会太难，希望这不是一个 flag。期待明年它会在 Steam 上和大家见面，那时候也一定不够好。但如果明年的今天我没有放弃，它一定会越来越好。这个频道初步计划是每周更新开发日常，来保持更好的开发节奏。有余力也会记录开发中的问题和吐槽，还有生活的日常。主题还是开发周记。如果1个月都没有更新，那说明就记了。这次我决定使用边开发边记录的模式，主要是为了避免之前项目闭门造车、缺乏沟通、方向跑偏等问题。其次是积蓄花光了，听说做视频有一定概率可以补贴家用，希望可以得到爱好者的建议与反馈，在交流中相互学习。视频如果有问题或不当之处，还请指正。